俄军官伤亡过万，俄指挥体系即将崩塌。乌军无人机打击效果显著，作为石油电油大国的俄罗斯已被迫从国外进口汽油。此外，找不到新买家的超级大黄蜂将要停产。下面请看详细报道。2年多的俄乌战争，俄军的伤亡始终是个谜。美英乌给出的数据是超35万，而俄罗斯死活不认。现在又一证据表明，俄军伤亡十分惨重，且远远超过了乌军。据悉，有专门记录俄军官死亡数据的专业机构表示，他们通过公开的讣告、公告、墓地等公开信息确认，截至2024年4月5日，俄军共损失了3907名军官，其中包括1名中将、6名少将和大量校尉级军官，且这个数字不包含受伤、失踪和被捕军官。该机构分析认为，如果全部算上，俄军官损失总数可能会超过1万人。对此 ，ORYX 报道称，俄军在这场冲突中损失了15264件经过目视确认的重型装备，这些装备的损失都伴随着作战人员的伤亡。虽然每场战争不可复制，但我们若是按照确认的3907名俄军官死亡，以及冬季战争中俄军官 3.9% 的阵亡占比计算，在俄乌战争中，俄军的确损失了超1万名军官。此外，通过乌军发布的战报，在全面战争期间，俄士兵与军官损失的比例有了明显提高，这是因为俄军一直在动员，俄军士兵增加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俄军官的数量。而且负责指挥的俄军官总是躲在后面，往往不会轻易受伤死亡。但即使这样，仍被分析出有超1万名俄军官阵亡，这也意味着俄士兵真实的伤亡人数更多。其实，结合俄乌在乌东的人海推进战略，以及此前普里戈金等人生前的言论，俄军伤亡异常高也就不足为奇了。据英美等国的预测，俄军的总伤亡预计在35万左右，而近期俄军又将再次动员，战争3年动员人数超100万人。即便俄罗斯保持神秘，不愿意公布死亡人数，但俄罗斯绝对付出了巨大代价。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在4月11日表示，俄军准备对乌克兰基础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性行动，以此来报复乌军近段时间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等能源设施的一系列破坏行动。在4月10日晚，俄军利用远程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并利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的燃料与能源设施。乌克兰日托米尔州、尼古拉耶夫州、基辅州以及特里波利耶热电厂同样遭到了俄军打击。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从瑞典空军采购了 F-5 虎式战斗机。这款在冷战时期研制的战机，虽然已经在1989年停止生产，在2020年，海军陆战队从瑞典采购了22架退役 F-5。根据美军计划，这批战机将在海军陆战队的模拟战机空战训练科目中服役，主要是通过让飞行员接触到不同类型战机的真实战斗场景。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在上周宣布，美军已经在佛罗里达州的塞西尔菲尔德海军航空站接收了首架 F-5 战机。在此之后，美军将对其进行升级。在 F-5 升级计划中，包含了一个关键项目：安装现代化航空电子设备与新的玻璃座舱。首架经过改装后的 F-5 战机预计将在2025年参加训练工作。另外还有11架 F-5 将用于模拟战机空战训练该项目。至于剩下的10架 F-5 可能会被用作备用零件，来确保前面12架 F-5 的正常运作。战场前方传来最新消息，在阿夫迪夫卡北侧前线，俄乌双方主要围绕西蒙尼夫卡村南北两侧展开。在村北，乌军多次击退了俄军多轮装甲车和步兵组织的蟑螂战术进攻。其中，乌军第47旅通过一架自杀式无人机，从后方成功歼灭了一辆载满俄军士兵的 BMP 装甲车，以及车上的12名俄军士兵，来了个一锅端。在村南，双方处于阵地战模式，形成僵持局面。在乌曼斯基东侧，俄乌双方交火已经打出了一片宽约2公里的灰色地带。近期，俄军在此区域组织了多轮装甲编队进攻，但均遭到了乌军反坦克火力和无人机的猛烈打击，损失惨重。此外，在武伊村西侧，俄军开始向涅塔洛维村发起战术试探，
从传出的前线视频分析，乌军已从武义村撤离，并建立了新的防线于涅塔罗维村。至于其他各处，如多涅尼基西侧、列夫里斯基东侧等地，俄军组织了10多次装甲编队进攻，乌军则投入预备队实施防御作战和反击，双方战斗非常激烈，均有大批装备被摧毁。在巴赫穆特区域，恰索夫亚尔前线战况目前已经证实，此前战报说的博赫达尼夫卡的乌军撤离到卡尼夫卡为不实消息。据前线最新战斗视频，双方仍在此地战斗。目前，在恰索夫亚尔东侧，俄军已开始攻打技术学校的乌军防线，乌军则使用 FPV 无人机和防御火力进行阻击，专打俄军进攻线路。在南侧的森林区也已观察到俄军装甲车的进攻迹象。在伊万尼夫斯基区域，俄军分3路沿着0504公路向西和南部区域推进，试图扩大战果。然而，却遭到了乌军远程火力和无人机的有效阻击，成功打退了俄军的多轮进攻，捍卫了己方的防线。总之，在巴赫穆特区域，俄乌双方展开了激烈而持久的拉锯战。双方为了争夺这一战略要地，投入了大量的无人机和远程火力支援，力求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在巴赫穆特更北面的塞夫尔斯克区域，据最新战报显示，塞夫尔斯克的俄军正继续保持进攻姿态。在维塞利、斯皮尔涅、比洛格里夫卡等多个地点，均观察到了俄军步兵和装甲编队的螳螂进攻战术。目前战场最稳的大概是南顿涅茨克区域的战况，近期只在克拉斯纳戈里夫卡南侧经历了一场激烈战斗。据悉，俄军在此地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装甲编队进攻，甚至为了防御乌军无人机的攻击，俄军还在坦克外侧加装了类似乌龟壳的防无人机措施，然而并未有用。乌军凭借强大火力和战术，不仅成功阻击，而且还反打一波，将俄军防线推回了大概500米。在高尔基伊夫卡前线，俄乌双方继续在水库西侧打阵地战，战斗异常焦灼。在胜利村，俄军虽然组织了几次对0532公路2侧乌军阵地的战术试探，但均被乌军击退，没有进展。另一侧新米哈伊夫卡的战斗，双方在这个村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为了获取战场上的优势，双方均使用了 FPV 无人机进行对空，使得战场上的形势更加复杂多变。目前，俄军控制 70%， 乌军控制 30%。除了这3个俄乌双方有大动作的区域外，其他战线的战斗也十分激烈。如扎波罗热方向罗伯基涅村区域，双方继续展开激烈的炮火对攻。利曼克里米纳方向，乌军成功在多地击退了俄军进攻。最后，第聂波罗方向，乌军在克林基村成功抵御了俄军的6次战术试探。以上这些均展现了乌军顽强的抵抗力和出色的战斗素质。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跑到哈尔科夫前线视察了与俄军对抗的防御工事建设情况。据悉，目前该地区乌军正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制定的防线积极设置封锁，其防御措施主要有混凝土金字塔、龙牙和反坦克壕沟等，同时为乌军士气带来了莫大的勇气。乌军无人机额外作用显现，作为石油大国和炼油大国的俄罗斯，也有从国外进口汽油的一天。据俄罗斯国防航空集团的消息，4月11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的东方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了安加拉 A5 重型运载火箭，在升空12分钟以后，携带模拟有效负载的猎户座上面级与火箭第3级成功分离。这是俄罗斯东方航空发射场首次发射安加拉 A5 运载火箭。这款火箭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研制的首个运载火箭系列，拥有轻、中、重3个级别，可以将2吨至40吨的有效负载送到近地轨道。原本安加拉 A5 火箭是计划在4月9日发射的，但由于氧化气罐增压系统故障，最终取消了当天的发射，并推迟到4月10日发射。但是第20次发射的时候，又因为发动机控制系统故障，最终又被取消。据悉，由于乌军无人机近期接连不断袭击俄炼油厂，已经导致俄罗斯 15% 的炼油能力受到影响。在3月1日实施为期6个月的汽油出口禁令后，俄罗斯已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汽油来满足自身需求。如3月底，俄罗斯从白俄罗斯进口汽油来满足自身需要，但白俄罗斯的产能也有限，现已满足不了。于是4月8日，据媒体报道称，由于汽油短缺，俄罗斯开始寻求从哈萨克斯坦进口10万吨汽油来解决问题。但哈萨克斯坦能否长期供应俄罗斯汽油，我们需要打上一个问号。而且今后乌军无人机若是继续袭击俄炼油厂，那俄罗斯汽油缺口将越来越大。由此可见，乌军已经拿捏了俄罗斯命脉。
此外，泽连斯基强调，加强防空是抵御俄军轰炸的重中之重。为此，他请求援助更多的防空武器，其中特别提到乌克兰需要25套爱国者进行防御。对此，欧盟、北约等援乌联盟纷纷做出了回应。其中，美国外交官沃尔克指出，美国将于4月批准向乌克兰追加610亿美元的援助。沃尔克说，华盛顿希望优先处理对乌克兰的援助申请，然后再处理总统选举的相关事宜。他强调，美国众议院约80%的议员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与此同时，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与法国外长塞茹尔内还联合发表声明，必须加大努力，共同击败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以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也将捍卫欧美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从一系列的表态和行动中可以看出，法国和英国等国家正在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盟，以共同应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他们不仅在外交上采取强硬立场，还可能在军事和经济等多个领域加强合作，以向俄罗斯施加更大的压力。在所有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中，火力军想特别提一下立陶宛，因为该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堪称倾尽全力，他们拿出了 GDP 的 1.5% 来援助乌克兰，几乎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国防预算，充分展现了其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乌军将越来越强大。1999年服役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原计划在2025年停产，但上个月美国海军宣布以13亿美元向波音公司采购17架该战机，使该战机的产线续命到了2027年春季。然而，波音副总裁、战斗项目负责人希尔斯无情指出，超级大黄蜂由于近年在国际市场出口不佳，即便有这17架的新订单，至多让产线持续到2027年。若之后再无客户，那 F-18 系列战机将迎接停产的结局。F-18 系列战机为什么没人选择？究其原因，一是大黄蜂系列战机的对手太多了。F-18 武装量不如 F-15，F-15 在经过重挂载升级、雷达与航电升级后形成的 F-15EX， 具有12个空对空和15个空对地的武器挂点，挂载容量可达29500磅，可依据各种需求进行变换，兼具各种形态的任务。加上滞空时间长，其号称空中炸弹卡车，虽然不具隐身性，但却能利用远程雷达与大量的武装在防区外发动打击任务。F-18 灵活性不如 F-16，F-16 体积小，性能灵活，加上近年通过全新升级的 F-16V， 其性能、任务定位与 F-18 高度重叠，获得巴林、斯洛伐克等多国订单，间接降低了超级大黄蜂的出口。F-18 也没有 F-35 五代机会藏。如原本使用 FA-18AB 的澳洲皇家空军，在2018年开始换装 F-35A， 即便是2023年被视为超级大黄蜂潜在买家的印度空军，最终也选择了采购26架阵风 M 作为舰载机。以上种种使得 F-18 系列战机地位十分尴尬，最早停产也在意料之中。其二是因为 F-18 系列战机老态已显，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了维护重型空优舰载机的理由，于是选择升级 F-18 来取代 F-14， 这便促成了后来超级大黄蜂的诞生。按照美海军原本的计划，超级大黄蜂只是一个过渡品，其目标是更好的新一代隐身舰载机。但世事难料，美国没想到 F-35 项目耗时如此严重，最终才有了如今超级大黄蜂成功上位，成为美海军主力舰载机的情况。但随着 F-35 技术的不断成熟，超级大黄蜂的老化问题愈发突出。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今年2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海军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采购的超级大黄蜂战机，比之前的 FA-18CD 型老化的更严重。据悉，与超级大黄蜂战机相比，服役10年的超级大黄蜂妥善率大约为 41%， 而服役10年的大黄蜂战机，其妥善率却有 59%。该报告指出，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有很多，其一是超级大黄蜂的作战频率高，其二是超级大黄蜂在制造中使用了更多的复合金属，从而加速了电欧腐蚀。其三是因为随着美国海军下一代舰载战机 FA-XX 计划的展开，同样意味着大黄蜂系列战机的服役生涯步入尾声。那超级大黄蜂真的停产了，会有哪些影响呢？第一个影响的肯定是波音这个生产厂商，波音肯定会将资源重新分配给未来的军用飞机项目。据悉，超级大黄蜂的产线已从1个月出厂2架降为 1.5 架，该产线的人力将逐渐转至 F-15EX、T-7A 和 MQ-25 等机型，以满足其他客户交机需求。同时，波音公司还计划在美国圣路易斯建造3个新研发中心，来继续吸纳超10亿美元的投资。
来支持下一代先进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飞机的研发工作。第二个受影响的是美国海军，其会把购买超级大黄蜂的资金转投6代机开发和其他关键项目。2015年时，美国海军就提出了与美空军类似的6代机 NGAD 系统。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其核心为 FA-XX 有人驾驶战机平台，该平台将与无人驾驶飞机协同作战。而且随着美海军对无人化技术的追求，其计划实现舰载机联队 60% 无人化。而下一代舰载机的空中加油将由 MQ-25 负责。按照美海军的计划， FA-XX 将于2030年代服役，并继续取代现役的超级大黄蜂。不过美海军的 FA-XX 项目自2015年提出以来，至今除了网络上涌现的多种 CG 图外，并未有任何实际进展和细节的披露。但从计划要求来看，美海军希望其新一代舰载机具备更远的航程和更优秀的信息化、巡航、机动、隐身等能力。在武器方面， FA-XX 也希望拥有比 F-35C 更大更深的弹仓，从而能携带更多武器。当然，大家也不要对超级大黄蜂过于悲观，毕竟就目前而言，其升级工作尚不会停止。虽然美军多年前就已经决定将在2030年退役超级大黄蜂，但在此之前，美航母舰载机机队依然会由 F-35C 与超级大黄蜂高低搭配而成。因此，对于美海军来说，超级大黄蜂的保养和升级工作相当重要。据悉，未来几年，波音计划为现役的超级大黄蜂和 EA-18 级机队提供持续的维护与持续升级，尤其是超级大黄蜂。波音公司打算将其升级到最新的 Block 3版本。理论上，这可以维持好几年的工作时间，而且美国海军现役的超级大黄蜂就数百架，若是再算上能通用零件的 CD 型号，数量都已经上千，即使拆掉一些飞机当做备件，也能够宽裕支撑其保养维护工作。当然，超级大黄蜂升级还会面临另一种情况，就是 F-35C 大量服役。若是如此，超级大黄蜂要么少量在舰服役，要么提前封存。综上所述，即便超级大黄蜂真的在2027年停产，但其依然会服役很长一段时间，直至 F-35C 或美海军下一代舰载机量产服役。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关于俄军官伤亡近万以及超级大黄蜂的未来，大家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